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我是 Alice。今天我想要以一个创作者的身份来聊一下，我觉得最近 YouTube 好像有一点奇怪，然后以及我发现的可能的原因，还有我接下来可能会怎么做。那为了方便大家了解，所以呢，我等一下可能会就是抽出一些后台的数据给大家看，这样子。最近的这一支影片呢，就是那些陪我离职的书的影片嘛。那其实那一支影片，我自己是觉得它应该是蛮符合我受众的喜好的。对，然后再加上它也是我过去这可能半年左右的一个心路历程的有一点统整吧，所以我自己是很喜欢那支影片。对，然后呢，我也觉得它可能会成为我频道的代表作。结果我发出去之后呢，我是1月4号发这支影片，那是一个台湾时间的礼拜天的晚上吧。对，然后我发完这支影片之后，过了一天，也就是一开始24小时哦。我的 view 是300，这个300其实我要说好还是不好，其实很难有一个判断的基准嘛。所以呢，我就是按照我是跟我自己比，就我当然不可能跟那些什么100万 YouTuber 比，就可能前半个小时就有什么几千的流量，那是不可能的嘛。对，所以呢，我是跟我自己的上一支影片比。那我的上一支影片呢，就是完美主义内耗卡住那一支影片，它的前24小时的观看数其实就已经有到大概400多哦。对，然后这时候我就是有一点点不解嘛。对，就是首先是因为看观看数可能没有到很准嘛，所以呢我就看了一下这个 YouTube 帮我推播的力道。对，然后这个力道呢就是看一个 tab 叫做 Impression。Oh my god， 这个后台还卡住，你看 Hello 可不可以修一下？好，有了。我的上一支影片呢，在前24小时的时候 YouTube 就已经帮我推播到大概7000个人眼前这样子。然后我就发现我这支影片在前24小时的时候只被推播到大概2000个人面前。对，然后我就想说好，那可能前24小时没有办法断定这个影片的品质嘛，因为大家理解 YouTube 推播的标准有2个，就第一个是点击率，就是你的点击率如果越高的话，就代表说大家看到这个缩图跟这个标题是吸引大家兴趣的内容，所以呢点击率高的话就代表说你的这个主题可能是大家有兴趣的。然后第二个要看真正的就是你的影片的品质的话，最基本的就是可能会看一些互动嘛，但是其实最主要看的应该就是续看率，就是说大家点进你这支影片之后呢，看了多久。对，然后因为大家普遍对 YouTube 这个平台理解，就是如果你能够让观众在这个平台上多停留一点，然后让他就是影片看久一点的话，那首先就是他可能会看到广告嘛。对，然后再来就是大家看的时长长的话，就是对这个平台长期发展是很有帮助的。对，所以呢一般来说大家判断影片品质的标准就是你的影片大家能不能看得久。所以呢我就看了一下我这支影片的表现。好，我的上一支影片呢，它的点击率是 5.5%， 然后呢平均观看分钟数是2分45秒，这个在我这个影片群里面算是很低的。那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因为这个影片我本来就比较实验性质，就是想到什么就讲什么这样子。但是对，所以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这个我的最新的这支影片啊，它的点击率其实是有到 10% 的意思就是说大家其实对于这个那些陪我离职的书这个内容应该是很有兴趣的，而且大家的续看率有到4分半。我的这个影片的品质其实是没有到太差，就是大家普遍都可以看到，就是可能4分多钟5分钟这样子。而且并且我这部影片的留言数也比上一支影片多，然后按赞数也比上一支影片多，甚至是就是看了这支影片之后订阅我频道的人也是比上一支影片多。但是重点就是它的观看数就是没有上一支影片多，然后我就觉得很匪夷所思啊。就是我刚刚有提到说，就是第1个小时的推播这一支影片就已经比上一支影片少了嘛。那通常大家的理解也是我的理解，就是YouTube 在第一波推完你的影片给订阅观众看了之后呢，那假设这支影片表现的好，那他就会再推给就是更大的人群这样子。然后所以呢一般来说最一开始的这种续看率啊点击率很高的时候，那他可能会沉淀个大概三天，然后他就会再进行下一次的推播这样子。所以我就想说好，那可能他现在没有推那么多嘛，第一天就大概只有推播可能3000这样子，然后
但上一支影片其实就已经推到7000了，所以我也搞不懂。然后上一支影片后来就没有再推播，我觉得也很好理解，就是因为我的那个点击率跟续看率没有到很高，所以他没有推，我就觉得 OK， 就是这支影片可能就是本来就没有那么好这样子。对，但这就是最新的这个陪我离职的书这个影片呢，就是反正过了1个礼拜哦，它就是不见好转，完全没有起色。对，它的推播现在都已经过10天了，它居然只推给了3400个人看，然后这个比上一支影片第一天就已经推给7000个人看还要来得少欸。对，然后我就开始陷入了非常深的自我怀疑，就想说你知道好学生心态是什么，就是当然做了事情，然后事情不如预期是谁的问题，当然是自己的问题，先检讨自己嘛。对，然后 OK 我很抱歉，就我上一支影片才在发什么不自责，结果我就是第一瞬间还是会觉得说 OK 那我到底是有什么问题。对，反正我就讨论，我跟我朋友然后跟我老公也都讨论一下，然后我就想说哦 OK 那可能就是现在的重点就是这支影片的内容可能是好的嘛，但是我们需要让更多的人看见才能去突破这个困境这样。所以我就想说好，我可能可以用看 IG 这个平台来帮我的影片做一个导流这样子。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我没有试过这个图文的形式，然后加上我觉得分享书单这件事情我觉得好像还蛮适合 IG 图文形式的，因为大家可以把它存起来，这也是我跟我朋友聊天的时候有聊到的一个内容。对，总之呢我那时候就想说好，那我就试一下这个 IG 图文哦。结果这个 IG 图文哦现在已经发了1个礼拜，就是我在发了那支影片之后过3天我就做了 IG 图文。这个 IG 图文呢在经过1个礼拜之后呢已经有43000个人看过了，然后并且有1000多个喜欢，1400个收藏，然后因为我有说留言会私讯书单嘛，所以就有大概200个人有留言这样子，然后也有很多的分享。所以这代表什么？就是我就更加的深信说，就其实这么样子的这个离职书单的这个内容呢，其实是大家会有兴趣想要知道的。对，所以呢就代表说我觉得我的这支影片其实比我想象中的好，就是但是我整个人就是被陷入那个根据观看数然后被怎么讲被评价的那个框架里面嘛。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我开始渐渐的想说 OK 是不是我不要再花那么多时间在长影片上面了。对，所以呢我在那之后，因为我前阵子有去圣诞节的时候有去看 NBA 比赛嘛，然后其实我一直都有点想要做这种生活型的内容，但是我又会觉得说啊，我是你知道我是知识型的 YouTuber， 或者是我是这种陪伴型的，我想要就是陪伴大家就是度过离职或者是迷惘或者是低潮的时光，所以呢我就会觉得说我发这些就是我发一些无关紧要的内容好像就不是很合适这样子。但那一瞬间我就想说啊，反正就是也不管了啦，就我本来就想要做一点生活型的内容，就觉得发在 YouTube 上不合适嘛，然后想说那也没什么好失去的，我就做一个简单的短影片然后放在我的 IG 上好了。我那段时间也有跳舞，然后又去看 NBA， 所以我那个跳舞的影片啊就到现在为止在 IG 上面就是有大概4400个观看。对，然后 NBA 的那个影片到现在也就是大概1600观看，然后我觉得也都很不错啊。那当然这2支影片我都有发在我的YouTube 上面。对，然后 YouTube 真的是它的短影片真的让人有一种很有一滩死水的感觉，就是他一开始就给你推一下，然后后面都不推了这样。对，但是我觉得我的 IG 就是还有在活动。对，就是他好像还有就是在会隐约的就是给一些人看，然后怎么样的。对，所以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适合增加曝光的一个地方。好，然后反正讲到这里呢，就是我经过了这一批的实验嘛，然后后来我开始发这种生活型的内容之后，我就发现我好像我本来就是一个很喜欢碎碎念的人，就是我平常影片都是有精心剪过废话的，所以你们可能看不太出来，但其实我平常的废话是很多，然后很多东西是想要分享。对，然后反正我发完那个生活型的内容之后，我就开始很想要在限动上也都跟大家分享这些东西，因为我以前会觉得说这些内容好像跟什么离职跟迷惘跟什么心理学都没有关系，然后就不敢发。对，但是后来我开始发了之后呢，反正我就觉得这个 IG 给我的这个回馈是还蛮好的，然后我就整个人就是有点玩开了这样子。对，然后这个跟
我做 YouTube 有什么关联呢？好，就我觉得接下来可以讲到第二个点，就是讲了15分钟才要讲第二个点。我觉得接下来可以讲到第二个点，就是我发现我陷入这个 YouTube 困境的可能原因。那这个可能原因呢，来自于昨天晚上我偶然看到的一支影片，我等一下就把它放在资讯栏里面。那这支影片里面就提到说呢，很多人其实就是像我现在这样子，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观看数就是变得很低很低，然后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问题。对，然后因为那个做那支影片的人，他本来就是帮很多人管理他们的 YouTube 账号，所以他就去看了大概500多个人的后台。首先发现说，确实好像有这个问题。然后第二个点就是他就去看了一下 YouTube 的首页，然后我们就发现首页现在就是有一个状态，你会发现就是它的这个长影片的这个版位其实是很少的。你看像我这个我就只有第一支影片是长影片，然后 Terry 的影片，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 YouTube Shorts 的版位，然后呢再来可能来个1、2个长影片的版位，然后又再来1、2个就是我可能有 follow 或者是没有 follow 的人的 po 文这样子。所以这就代表什么呢？就代表说现在能够被大家看到的长影片版位已经比以前少很多了，因为你的一个页面就是这么大嘛。那当 YouTube 这个平台决定它要放一个这么大的区块给 YouTube 短影片的时候，就代表说这一定会挤压到长影片的曝光率这样子。然后接下来这支影片就又探讨了一些更细的内容，像是那大家的短影片的观看数有变得比较高吗？然后我有点忘记他讲了什么，好像是其实也没有还是什么的。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在想说我在 YouTube 上面发短影片会是什么状况，然后我觉得它真的是很像一个这叫什么鸡肋吗？我很抱歉我的前同事们，我起码也是在 Google 工作过的人，然后我说你们这个 YouTube Shorts 有点鸡肋，我很抱歉，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 Shorts 就是一个有点鸡肋的地方啊。对，因为首先就是好，我先不要批评 YouTube， 但是就是我滑 IG 的话，我会 expect 我去滑短影片，就是我想要滑短影片的时候，我会去滑 IG， 然后我打开 YouTube 是因为我想看长影片。对，所以我觉得他现在这个把这个 YouTube Shorts 推到这个首页的这个行为，就当然这就叫做 YouTube 这个公司的立场嘛，就是说 OK 我们现在就是要推短影片。那它已经有一个页面是短影片的页面，然后现在又要在首页上面又是爆推短影片，我就觉得这样子就是真的有比较好吗？对，然后加上我自己发短影片的感觉，当然我没有到发很多啦，然后我也不知道就是其他那种比较大的创作者或者其他创作者是怎么想的，但是我就会觉得说，就是我发在 Shorts 上面真的就只是觉得说可以发，因为我本来就是为了 IG 做的，然后就是顺便发一下 Shorts 这样，因为就我感觉 Shorts 在导流上面就是可能没有比 IG 上做的还要来得好，因为我觉得基本上在 YouTube 上感觉 Shorts 跟这个长影片的受众分得还蛮开的。对，然后在 IG 上面他们好像我感觉蛮久以前是不是就没有 IGTV 啦，就是感觉好像不太能够在 IG 上面发长影片，就他们已经完全的就是投入在这个短影片的市场里面，然后再加上就是图文这些的，然后还有加上限动，就我觉得这一系列的这个组合拳打下来就能够让新的观众更认识我这个人。对，这个就是我觉得目前遇到的一个困境吧，就是现在首页的版位上有太多的短影片，所以导致长影片的曝光率没有以前高，然后这个长影片的曝光率没有以前高呢，就会造成说流量分级化会变得非常就是更加的严重。因为像我这种可能比较新的这种 YouTuber， 就是剪辑成熟度或者是说做影片的这个怎么讲，就精致度或者是就反正经验上一定是比不上那些比较有经验或者是流量本来就是已经在这个阶段已经很高的创作者嘛。那这就代表说我们一定挤不进最前面的那几个版位。对，那这会造成什么呢？就是可能会造成说像我们这种比较新的创作者进入这个市场之后，就会
因为一开始一定是用爱发电嘛，就是大家都是用爱发电，但是你用爱发电，你没办法发电太久啊。对，然后我觉得我一开始做 YouTube 也不是说为了要赚钱或干嘛，我当然是就是因为上一支就是因为离职的那支影片，所以开了盈利嘛。对，但是我也知道这个没有办法喂饱我。那真正能够让我觉得创作起来有动力的，就是当然除了就是创作影片能够让我自我梳理之外，就是我的影片让人家看到，然后别人有共鸣，别人然后来留言来按赞什么的，建立这种连结，这才是我创作的目的嘛。那事实就是这现在就是一个人一天的时间就这么多，那如果我已经知道我做这个长影片就是要花超级可能10几个小时的这种时间，然后就是换来的这种满足感也不完全比不上我在 IG 上就是我发限动我也很开心啊，就是然后发限动不是还可以投票嘛，然后我的观众都很 nice， 都还会就是在上面就是帮我按啊什么的，就是我最近在做怎么写日记相关技巧的一些分享嘛，然后大家都会就是会跟我互动这样子，然后我就会觉得说这就是这种活的能量交换的这种感觉很好，就是而不是就是一直投入非常多的时间，然后就是感觉这个回报非常的微弱，这会就是让新的创作，我觉得这会让新的创作者蛮挫折的。然后加上就是你不是唯一一个我们可以 work on 的平台，对，就是在这种就是我的 IG 图文发出去，然后就是这种大爆的情况，然后再加上就是我可以比方说用2-3个小时，然后剪出一个我生活的小记录，然后会让我开心的短影片，然后发上去之后也有人看，这感觉不是更好吗？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现在 YouTube 就是真的有点可惜，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应该说它就是唯一一个很好的长影片平台。因为如果要去 B 站发的话， B 站就它现在还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嘛，要说中文的人才比较会用啊，或者是中国的观众可能会比较常用之类的，就是 YouTube 还是一个比较 international 的一个平台嘛。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一波操作组合拳下来，就觉得 YouTube 真的很可惜。我之前在 Google 上班嘛，就是我也说真的，我也做过这种 search 啊，然后这种 recommendation， 就我就知道就是很多时候他们其实做的决定怎么讲，就不一定真的是不一定是真的为了使用者在着想啦。你想想看，大家其实也都是要就是对，他们做的 work 要有 impact 嘛，所以呢就是 shorts 有 shorts 的 team， 长影片有长影片的 team， 然后真的就是纯粹是看 leader 怎么想，他觉得现在什么东西最重要，但不一定能够真的 benefit 到使用者啦。然后我觉得这种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 YouTube 这个卡在中间的样貌还蛮不知道要持续到什么时候的。对，因为我觉得他真的可以就是专心做好长影片就好。抱歉，因为我认识的人在做 YouTube Shorts but like yeah， 或者是他们应该可能可以像 Meta 那样子，就是 acquire， 比方说 acquire 一个 Threads， 对不对？它是一个 completely different app， 然后你们再 somehow 就是把它串接起来，变成一个 ecosystem， 然后而不是就是在一个 app 里面，然后想办法尝试做所有的事情。对 ，that's my thought。然后最后呢，就是当然啦，就是讲完这些什么英国什么原因，大家不是说什么弱者永远都是对的，然后什么强者永远知道下一步怎么做。对，然后对啊，然后所以就算我现在是对的，我还是弱者嘛，对不对？所以呢，下一步要怎么做呢？就是人的一天的时间是很有限的嘛，所以我觉得我短时间之内可能还是会比较专注在就是IG 这个领域上面这样子，然后长影片的话，就真的做的时候要有很低的期望吧，就是像我之前说的那样子，我要嘛就是多练习表达，然后减少我剪辑的时间，就这样子，你知道，就是这样子流量低的话，我也才不会觉得很痛嘛。对，然后要不然的话就是真心觉得就是为爱发电这样，就是我做这个就是纯粹是为了我自己，然后完全不 care任何流量，然后任何的 feedback 什么的，然后我从别的地方找到这样子的正向循环，比如 IG。对，
对，然后最后呢，就想提一下哦，很好笑哦。我跟心理师聊这个内容，他就说，怎么有点像你以前在工作的时候，就是这种，你了解这个社会规则大概要怎么玩了，然后接下来就是看你要继续很痛苦的玩这个游戏，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去别的战场，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我现在可能就是去别的战场吧，对，就跟以前工作的时候一样，就是如果玩不过这个游戏的话，我就离职。好啦，那就今天影片就这样吧。对啊，本来是要花时间去准备 Twice 演唱会的 Random Dance， 对，然后对啊，然后就早上还是花了一堆时间在聊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我要是再不讲的话，就是我满脑子都是这件事情，完全没有办法去做下一件事，对呢，所以呢，今天就聊到这里。然后这支影片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很认真的剪辑它，所以就 bear with me 我的一些废话。然后我也知道，就是这支影片最后上片的品质可能不会像以前的那些那么好，因为那些我就会把冗言赘字那些什么的都删掉嘛，对。但有鉴于我刚刚说的这些内容，我是目前不太想要花太多额外的时间在做这些就是鸡毛蒜皮的事情，所以我要嘛就是把我的口才练好，然后不要讲那么多废话，对，要不然就是你可能就会看到像这样子一样漏漏等的影片，然后一个人一直在就是碎碎念这样。好，那就先这样咯，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吧，拜拜。